在万破军的带领下，李亚林来到了万龙殿，在这里的核心区。所谓核心区，是在万龙殿基地的正中心，一个4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域。虽然眼下基地还未完工，但核心区已经竖起了高墙，而在高墙内部是大量高低不同的框架式建筑。这些框架式建筑都是万龙殿从华夏采购的模块化建筑单元，经过快速组建，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使用。不过，这些建筑只是暂时过渡，一旦永备基地建成，这些建筑就会逐渐拆除淘汰。万破军带着李亚林来到一栋6层建筑里，此时的建筑内部快速装修已经结束，虽然外面还是热火朝天的工地，但里面已经基本看不出施工的痕迹。数分钟后，李亚林便在这栋建筑的顶层见到了已经失去手脚的547。这段时间，547成了万龙殿的战术指导，虽然他没了手脚，但他还是将自己当死士时所掌握的各种阵型倾囊相授，让万龙殿的士兵一下子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掌握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灵活战术。为了研究如何破解这些死士的战术，万破军又安排多名万龙殿高层与547一起研究克制死士战术的办法。而为了确保547的秘密不被泄露，这栋楼只有万龙殿真正意义上的高层才有资格踏足，而547本人也从不离开这栋楼半步。此时的547正在与万龙殿的几名教官沟通讨论战术，万破军将其他人请了出去，随后邀请李亚林进来，对547说道：“小五，这是叶先生请来的李探长，他是来调查你背后那个神秘组织的，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李探长，把你知道的所有信息都跟李探长说清楚。”547看到李亚林，整个人仿佛见到鬼了一般，骇然无比。他并没有听说过李亚林的大名，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与背景，但他记得李亚林的脸，记得当初去暗杀安家人的时候，电梯门一开，他首先见到的就是面前这个李亚林。当时他甚至还是第一个开枪向李亚林射击的人，所以他很清楚李亚林当时中了多少枪，也可以断定李亚林根本不可能有活下来的机会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他看到李亚林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时，他整个人慌乱到了极致。李亚林也知道这人就是当初险些杀掉自己的罪魁祸首，不过他倒是没有动怒，只是微微笑道：“看你这个惊讶的样子，应该是还记得我吧？”547吓懵了，忍不住道：“挨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当时那个人是你吗？”李亚林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如果你说的那个人是被你们在电梯门口打成马蜂窝的那个人，那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那就是我。可是这不符合逻辑呀。”547疑惑地说道：“你当时被打了那么多枪，身体当时就死了，明明已经不可能再救活。”李亚林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我本来是必死的，但万幸有叶先生，所以我又活了过来。”叶先生，547一下子想起叶晨那惊世骇俗的实力，而且叶晨还能弹指间就破掉束缚自己30多年的毒药。随后他又想到李亚林当时身中几十枪到底的样子，心里更是对叶晨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于是他很是惭愧地说道：“李探长，当初的事多有得罪，还请您见谅。”李亚林点点头，淡然道：“你也是奉命行事，可以理解。”547松了口气，连忙又道：“李探长，无论你有什么问题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都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547对掌控自己命运的组织早就恨之入骨，甚至一直盼着叶晨能够找到自己那一脉死士的驻地，顺便将自己的妻儿家人一起救出来，所以自然对李亚林绝对配合。李亚林点了点头，
也没有过多的废话，便直入正题道：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在地图上找出你们驻地的位置。在这之前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？547摇头说道：不瞒您说，李探长，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可是组织实在太谨慎了，没有让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李亚林微微一笑，拿出自己梳理好的重大自然灾害表，问他：伍先生，你今年多大了？547忙道：回李探长，我今年大概是在36岁到38岁之间。李亚林好奇地问：你是通过什么测算出你这个年龄的？547解释道：在死士内部有一种悄悄被记录的历法，我们根据自己的作息大概记录了一下时间，不过由于没有绝对的参照标准，所以还是有些误差。李亚林点了点头，道：那我们就按照38岁来算。说着，他把最近35年的重大自然灾害梳理出来，一边看着条目，一边问道：从你出生到你最后一次离开驻地，你们的驻地有过迁徙更换吗？没有，547回答道：我出生的驻地是一个不知道在哪，也不知道多深的地下工事，这么多年都没有迁徙过。李亚林又问：那你记忆中有没有发生过很强烈的大地震？大地震，547想了想，开口道：有过一次比较强烈的地震，但那已经很多年了。很多年？李亚林又问：很多年大概是多少年？547皱眉思忖片刻，开口道：差不多在20年左右吧，不过我的时间轴可能会跟现实有一定偏差，正负差在2年内吧。李亚林点了点头，伸手将2008划下，2011日本以及时间轴更近的几个条目划掉，随后开口道：这样的话可以排除日本周边以及华夏中部及西南部。说着，他看到2004印尼的条目，开口问道：你记忆中的那次地震感觉强烈吗？547不假思索地说道：非常强烈，甚至当时给我们的驻地都带来了很大的损毁，有人因此受伤，甚至有人不治身亡。李亚林眼前一亮，有些激动地说道：那说不定是2004年印尼海啸。说着，他拿出地图，在上面找到了印尼海啸的震源位置，口中嘀咕道：当时的震源在印尼西部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震感，不过你那里的震感相对强烈，应该就在印度洋周边，甚至有可能就在印尼。不过2003年日本北海道、所罗门群岛都发生过7级以上的大地震，2005年巴基斯坦也发生了78级大地震，你的时间轴又不够精确，这里很可能会有所偏差。说到这里，他看着547，开口问道：那次地震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？其他的线索？547沉默片刻，摇头道：没什么线索了。地震虽然比较吓人，但毕竟没人死亡，所以我们也都没有太往心里去。李亚林看了看地图，开口问道：如果你说的那次地震是印尼那次大海啸的话，你们生活在地下，地震过后有没有出现透水事故？透水？547琢磨片刻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脱口道：当时确实发生了透水事故，整个驻地至少灌入20公分厚的积水，后来是靠泵把那些积水抽走的。李亚林听到这，不由得一脸激动地问他：水是咸的吗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